有些人最消耗你的地方，不是他伤害了你一次，而是你后来在心里研究了他无数次。这个真的很真实。你会反复想他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他为什么突然冷淡，他明明知道我会难受，为什么还要那样做。甚至有时候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，但你晚上躺下的时候，脑子里还是会自动开始复盘。对，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在找答案，其实是在把注意力一次次送回那个伤口里。所以这一期我们想聊聊停止研究别人，开始照顾自己。不是让你假装不痛，也不是劝你大度，而是我们能不能慢慢把力气从别人身上收回来一点。因为你真的不需要把每一个伤害你的人都研究明白。我觉得很多人之所以一直研究别人，是因为心里会有一种不甘心。对，会想要一个解释。比如他为什么这样对我，是不是我哪里不够好，是不是他其实也有苦衷，好像只要我想明白了，我就不会这么难受了。但这里特别容易误会，想看清一段关系是正常的，你被伤害了，你当然会想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这不是矫情，也不是你太敏感。是，但问题是，当看清变成了反复研究，它就开始消耗你。因为很多人的冷漠、忽视、算计、不珍惜，并不一定有一个值得你反复理解的答案。对，有时候你不是不够聪明，而是你本来就不是那样的人，所以你真的没必要完全进入那种人的逻辑里。说白了，你可以看清一个人，但不一定要住进他的世界里。允许别人做别人，不是认同他，也不是纵容他，而是你终于决定，我不再用他的逻辑来惩罚自己。我们先说第一个很常见的场景，就是被冷淡以后反复揣测。比如对方消息回得很慢，语气突然变短，你就开始反复翻聊天记录。对，会想我刚才是不是说错话了，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，是不是我太烦了，然后本来只是对方没有回复，最后变成你怀疑自己一整天。这个点其实挺重要的，你以为自己在分析关系，但很多时候你是在用别人的态度定义自己的价值。而且这会让人特别累，因为你的情绪好像被绑在别人手里，别人热一点你就安心，别人冷一点你就开始崩。第二个场景是被伤害以后一直想为什么。这个真的很多人会卡在这里，明明对方已经做了让你难受的事，你却不是先心疼自己，而是一直替他找理由。比如他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，他是不是原生家庭有问题，他是不是不会表达，这些理解不是完全没意义，但如果你一直用理解别人来压下自己的疼，就会很委屈。对，有时候你太想做一个懂事的人，就会忘记问自己一句，那我呢？我难受是不是真的？我的感受是不是也需要被看见？是的，允许别人做别人，也包括允许有些人就是不珍惜你，有些人就是和你不在一个频率，有些人就是给不了你想要的回应。第三个场景是工作里被针对或者被误解。比如有人抢你的功劳，背后说你，或者故意让你难堪，你回家以后还是忍不住想，他为什么这么做？我哪里得罪他了？其实这种时候研究对方的动机不一定比保护自己的边界更重要。对，因为有些人为什么这样，并不是你最需要知道的事儿。你真正需要知道的是，我接下来怎么保护自己的利益，我要不要保留证据，我要不要清楚表达，我要不要减少和这个人的消耗。就是把问题从他为什么这样换成我接下来怎么照顾自己。那具体怎么做，我们可以给几个很小的方法。第一个，我觉得是把他为什么这样改成我现在感受是什么。对，你下次又开始研究别人时，可以先停一下，问自己，我现在是委屈、愤怒、失望还是害怕？我真正需要的是解释、道歉、边界还是离开？这个动作其实是在把注意力拉回来，
因为你一直问他怎么想，你就会一直困在他那里，但你问我怎么了，你就开始回到自己这里。第二个方法，写下事实和脑补。这个很实用。拿一张纸分两栏，左边写事实，他具体做了什么，右边写脑补，我猜他为什么这样，我担心什么，我想象了什么。比如事实是他3小时没回消息，脑补可能是他讨厌我了，他不在乎我了，我是不是不值得被爱。对，写出来以后你会发现，有些痛苦来自事情本身，有些痛苦来自你在脑子里补完了一个很大的故事。第3个方法是给研究别人设一个时间边界。不是逼自己完全不想，这也不现实。你可以允许自己想15分钟，15分钟以后去做一件具体的事，洗澡、散步、喝水、整理桌面，把手机放远一点。对，它的重点不是我不能难过，而是不让这件事吞掉我一整天。第4个方法是做一个小边界动作，比如少看一次对方动态，不再反复翻聊天记录，对不舒服的要求说我需要想一下，在职场里保留证据，清楚表达自己的立场。照顾自己不是一句口号，它一定要落到一个动作上。而且这里我觉得要补一句，停止研究别人，不是不痛了，也不是否认伤害，更不是劝你原谅对方。对，不是说算了吧，别计较了。不是，它只是意味着你不再把大量生命力交给一个伤害过你的人。你可以承认自己受伤，也可以选择远离。你可以不理解他，也可以不原谅他，但你要慢慢把自己从他的逻辑里带出来。如果你也正在反复研究一个人，希望今天这期能陪你把注意力慢慢收回来一点。我们下期再继续聊。晚安，也记得把自己放回生活里。